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7号啊。那么今天呢，就是看到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啊，是这个新加坡跟中国都发布了啊，就是新加坡呢和中国呢，将进行30天互免签证啊，就是免签。那么新加坡呢和中国呢，12月7号呢在天津召开了新加坡中国双边合作联合会议，简称呢是 JCBC 会议啊。那么在两国呢今年的3月呢，将双边关系呢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后呢，进一步推进合作啊。反正这个名字挺长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会上透露这个黄循财也是下一任的总理竞选人选，对吧？接新加坡的未来的第4代接班人。在新中航班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呢，双方将通过30天互免签证安排，加强两国人员的往来那这个互免签证呢，就应该来说是就已经确认了，只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对吧？应该是30天的这个互免。他说呢，我们希望能达到疫情前水平，甚至在直航航班上超过疫情前水平那么由他作为一个未来的新加坡的这个领导人，还有就是财政部长来讲呢就是他应该也算是财神爷嘛，是吧？他对这方面的部署，他既然能够说达到疫情前的水平，甚至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呢，他应该还是应该是能够达得到的。那如果达不到他也不会轻易的去这么说，对吧？因为由于他的身份的地位的问题那今天呢，就对这个呢事情呢，就是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就是一个我的这种解读。首先呢，就是这一次呢，就是由这个黄循财呢去中国呢，就是沟通这个事宜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部署，对吧？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也是呢，就是下一任的这个新加坡的未来的领导人，所以呢，他的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在这之前吧，肯定是需要跟各个大国各个就是重要的重量级的国家就是一些人员或者什么的，要有一个这种沟通接洽，是吧？那第二点呢，就是让他来这个中国呢，一方面具体呢，前面也说了他是这个新加坡的财神爷嘛，是吧？他掌管财政这方面，那么他应该也是非常了解这个经济方面的部署的这个一块。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到来呢，也不会刺激到什么美国什么。你说如果比如说如果是李显龙总理本人他说他来中国来10次，来美国来1次，是吧？那这个就有点不太符合他们就是他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政策，对吧？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呢也算是一个就比较恰当非常合适的一种安排吧，我觉得。那么讲一讲从双方的利益点就是来分析这个问题。免签30天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要意义的事情因为新加坡呢作为亚洲或者说世界上现在目前比较高经济水平高 GDP 这个收入的一个发达国家比较是属于很发达的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前列那么愿意跟中国呢就是进行一个免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并且呢这个有效期是给到30天呢这个是一个对中国的护照就是说仅仅从签证免签这方面来讲呢，是一个突破，对吧？因为在这之前好像还没有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就是正儿八经的这种免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新加坡应该是第一个之前虽然比如说你也有什么韩国济州岛还有什么美国什么塞班岛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吧？那就是
一些旅游啊或者一些属地，它这个就是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啊，就什么啊真正的一个意义上的这种签证。那么像这个签证呢，应该来说是比较重量级的，对吧？那么现在也是就是在有这种传闻啊，就是说欧盟这块啊，后面啊，说不定跟中国也是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就中国有可能未来呢，也会这个欧盟这边有一个相对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免签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签证的这种方式。日本好像也在谈这个问题，感觉呢，中国就是最近一直在为继续开放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发动经济发展经济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做一些努力，做这种工作，是吧？就是给人家的信号吧，对吧？他说，你看我一直在拼命的努力的去推进这些事情。那么从这个之前的给6国一个免签然后又是现在新加坡这边又有一个双方互免签后面像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因为就是你要双方做贸易方面来讲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是吧？就像你这个厂要在这边开进开出签进签出都很长时间但是旅游业的这个生意呢，或者说它能带来的这种影响呢，是今天就能开通，明天就能立刻就有钱入账的，有现金流的事情，很快的，是吧？只要双方说好这个签证互免，然后马上你看什么直航航班航空公司，首先这个钱就来了，然后旅游业游客的钱再是这个吃喝住行消费的钱再是买东西的钱，对吧？反正就这个就是事情呢是最快的而且呢现在是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对吧？对于新加坡来讲呢，我觉得呢就是一方面呢，这新加坡它一直是执行的就是多边政策，对吧？不结盟的这种不结盟不站队的这种多方面的这种政策，那么这个也符合但是这一点呢，可以看出一点是什么呢？就新加坡呢，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肯定是它有它的一个评测的标准，是吧？就像你比如说前几天。是标普还是一个什么惠誉就是这种评级公司他说他帮中国评级，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负面的，对吧？那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比如给你来一个签证互免就是我比较看好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未来，是吧？那当然了这个和新加坡的体量有关系也是有点关系的。那你就是新加坡的体量他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中国即使经济有一点不好，对吧？有点下降了，但是中国富人还是很多是吧？我只要这个多少多少这样的一种，比如说富人或者说我补充一些我的这种移民的劳动力，对吧？这种都是就是说对他来讲他会有一个估算的他的这种算法呢他觉得这个对他是有利的，是吧？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呢，新加坡呢，它提前做了一定的布局因为在1年还是2年以前吧，就是日本好像提出就是要在大阪还是哪里他要搞这个娱乐业就是博彩casino那这个是日本呢，它就是想搞了来提升经济的，对吧？因为在中国前几年吧，中国的这种游客也好，还是这些出来反正玩的，对吧？博彩行业也好，还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的利益那么你像澳门像这个什么
其他的反正一些国家的娱乐的这种娱乐地方啊，有到拉斯维加斯啊，还有到澳洲的，对吧？反正好多啊，就是他们还是赚了不少钱。那日本呢，他也一直想搞这个事情啊，他就说他要在好像也快了，就这几年吧，他反正是要做这个事情啊。那新加坡提前呢他开通了这样的一个30天的这个签证呢，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伏笔的提前做个安排因为从语言还有旅游的环境便利性各方面来讲，是吧？新加坡的这个博彩业也是合法而且非常的正规那加上呢，就是像这个澳门的这个博彩业，应该来说是出了一些事儿，是吧？像这些澳门的一些博彩业的大佬都进去了，所以呢，澳门这边呢，应该来说普通的这种博彩的这种游客顾客应该还是有的就比如说你说做这种大厅里面玩的那些游客，是吧？但是像这种 VIP 厅这种大玩家呢，就肯定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觉得一个这样的这种便利性呢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新加坡呢，他在未雨绸缪就是他先做出这样的一个签证的开放，对于这些大玩家对于日本未来如果想要竞争这个，如果说这个中国的这些博彩客户吧那这个他还是做了一些提前的这个工作，对吧？因为日本如果说要进行一个这样的这种免签政策呢，就比较复杂了当然，日本其实极力的也想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就比较复杂了。你像这个再怎么方便吧，其实日本现在签证也挺方便，但是你再怎么方便吧，你总没有免签来的方便，是吧？免签人家就下午买个机票直接走了，你这个再怎么样我也要等个几天，对吧？即使我去办个多次的或怎么的，还是没有免签方便。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提前的伏笔。还有一点呢，就是许多的跨国企业的总部他们逐渐的就是从香港呢搬到新加坡的有很多这个我在之前讲新加坡的一些视频里面我都讲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你对于这些高管这些总部的这些就是高层来讲呢，他们肯定是有就是说跟中国内地的这些高层高管们有这种开会或者说这种会谈的一些需求的，对吧？因为你像中国吧，这些年吧，其实它这个高层部分呢，都已经就是进行了一个本土化比较多你像过去，你比如说像这些外国的一些集团，不管是 4A 广告公司这种连锁的酒店企业还是一些就是比较大的这种外资吧，清一色那个时候，反正公司的最高的这个领导呢，肯定是老外，对吧？然后呢，下面才是一些什么 ABC 一些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对吧？然后你中国人能够做到一个总监什么的，你可能都得有一些海外的工作经历。那么这些年呢就是这个逐渐呢就是有一些本土化了那主要呢我觉得是跟中国自身呢，就是它有很多互联网的行业呢慢慢做大了就是中国许多互联网的公司做大以后呢就你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公司一些这个业务你要想绕开这些互联网公司是不太可能的，对吧？你说我是开酒店的，我跟这个互联网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你说我要不要在这个携程网上做一些宣传我要不要在这个阿里的这个什么淘宝的这个阿里旅游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上面
做一点这种宣传呢，是吧？你在国外，你可能有一些什么猫头鹰啊，有一些什么Agoda 呀，对吧？这些公司啊，但是你在中国本土化啊，你必须要有这种就是合作。所以呢，就是这一块呢，就相对来讲呢，他们就会本土化的这些高管啊，现在就越来越多了。那本土化的这些高管呢，他在一些大的这种跨界的合作，对吧？或者说总是有一些商务会谈，什么是需要跟亚太区的总部啊，就是像新加坡这边的总部要开会要联络的，那这种你肯定是得给他要能来到新加坡嘛，对吧？你说明天下个礼拜开个会，然后要办个签证那这个就复杂了，就不方便了，对吧？所以呢，你像这种高管他过来开个会在家带点亲戚什么带点自己小孩自己家庭过来旅游几天玩一玩这种需求还是很正常的，很丰富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期限放了30天，并且呢，就是开通这个双免的互免的这种就是需求我觉得这一块是很有需求的。那其他的呢，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来旅游进行一些买房留学教育这种。那当然了，现在其实据我所知呢，新加坡已经就是现在已经中国人也很多了就是很多了。这样子的这种再高级别的一个开放呢，未来肯定也会面临一些问题，是吧？因为新加坡毕竟也比较小。就是我回忆起之前就香港自由行那些年跑到这个香港大街上，就是只要节假日全是人，全是很多中国人、大陆人。那么你像现在，据泰国吧，就前几天发布的一个数据，就这段时间中国出行的国家第一名游客最多的就已经是去新加坡当然了，我认为这当中就是说商务游客跟那个一些其他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单纯的旅游。第二名呢是欧盟就是什么法国什么的。那欧盟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传统的旅游的一些地方，对吧？这个是跟新加坡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呢，一方面这个确实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呢，未来也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人肯定也是越来越多了，对吧？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对这个新闻的这一个看法那不管怎么样说吧，这个事情总是一个好事情就是对双方来讲吧，对吧？总是希望看到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开放是更好的事情，好吧？谢谢大家，再见。